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年30，姑姑大婶轮番对我进行点滴打压，他们将我说得一无是处，指着我的脸骂道：“你这个没出息的废物！”姑姑儿子毁了我刚写好的项目书，大婶女儿烧了我价值20万的礼服，我要求赔偿，他们却耍无赖，推卸责任，还炫耀自己孩子的好工作，却不知他们孩子领导是我。在公司里，我对他们的孩子百般刁难，并将他们两家全都告上了法庭。他们跪求我的原谅，我哈哈一笑，没出息的废物，这点钱都赔不起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大年30，我坐在沙发上嗑瓜子，姑姑一进门就扬了我手上的盘子，瞧瞧，还有闲心嗑瓜子呢。客人来了也不知道问好，也不知道倒茶，就在那傻坐着，真是没教养。盘子摔在我脸上，瓜子洒了我一身，我压根没看见他们来了。姑姑，你说的太严重了吧？我刚刚都没看见你好吗？姑姑哼了一声，那是，你眼睛都粘电视上了，别人进门你哪能看得见啊？他抢过电视遥控器按了几下，但由于太复杂，一直弄不懂，不会调，什么破电视机，按半天遥控都没反应，垃圾玩意儿。遥控板被他甩出去老远，无辜地躺在地板上。我捡起来重新放到桌子上，明明是你自己不会调，还怪这怪那的。姑姑白了我一眼，你家电视机就是破烂，我家的比你这个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过了一会，大婶也来了，一屁股坐到我旁边，脸往我跟前凑，就差贴在我脸上了。韩嫣啊，你今年都多大了？怎么还不结婚？回来的这么早，工作肯定是不怎么样。我女儿的公司可是世界500强，忙到现在还没下班呢。大婶一脸骄傲地炫耀，姑姑也来了精神，在一边接枪。我儿子不也是吗？现在还在公司加班呢，这得到器重就是不一样，不像有的人这么清闲。对了，你女儿是哪个公司的？我女儿的公司叫仁达，在世界上都是很著名的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呢。大婶得意洋洋，姑姑一拍手，巧了吗？这不，我儿子也在这个公司，这公司不仅待遇好，工资也是不错的很。是啊是啊，看来我们俩还是很会教育孩子的，孩子一个个都这么出色。大婶附和，顺便来了波互夸。姑姑抱着手臂直摇头，啧，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。你看看，有的人工作不行就算了，还不嫁人，那生活费从哪儿来呢？还不是要伸手朝家里要，啃老来的。很明显，他说的这个人是我。作为公司领导，我的上班时间不固定，我妈告诉我做人要低调，薪资职位什么的我也从没有对外透露过，只说不稳定。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是因为工作上不了台面才不说，却不知我是他们孩子的领导。我顺着他们的话往下说，摊开手掌伸到他们跟前。你说对了，我不仅朝家里要生活费，还想朝你们要呢。你们是长辈，又这么有钱，还不救济救济我？姑姑张开嘴朝我手上吐了几口口水。我呸！见过厚脸皮，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。你啃老还啃到我们头上来了，有手有脚，你不会自己赚钱的。我又把手伸到旁边的大婶面前。大婶，姑姑不够有钱，什么都拿不出来，她不帮我，你呢？你可得帮帮我啊！大婶退开老远，你怎么还朝我们要起钱来了？你爸妈不是在这吗？这可轮不到我们。我收回手，说白了，不就是没钱？还说得这么好听，好像很为我好一样，真是假模假样。说到没钱，
姑姑瞬间急了，指着我的脸大骂：“你这个没出息的废物，还说叫起长辈来了！有这个功夫，你不如向我儿子学学，问问他怎么进的世界500强，而不是坐在这像个傻子。”大婶满脸不忿：“我们是真心为你好才劝你的，不然谁会费这个口舌啊？你不领情就算了，怎么还倒打一耙？”我妈从厨房出来：“韩嫣，愣着干什么？快给你姑姑婶婶倒茶呀！”她忙着炒菜，应该没听到我们刚才的争吵。我想着，毕竟是大年30，不能伤了和气，想就此把事情接过。倒了2杯茶，放到姑姑大婶面前。姑姑偏过头：“哟，哪敢喝你的茶呀？可别一会喝完，伸手朝我们要茶钱。等你这杯茶来了，人早就要渴死了。”大婶瞪着我，我妈以为是我礼数不周，惹他们生气了，忙陪笑：“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刚刚我在厨房没注意这边，韩嫣怠慢了你们，我替她给你们赔不是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我妈向我使了个眼色，我端起茶递到姑姑大婶面前，但两人谁也没伸手去接，任由我保持着这个姿势，场面一度僵持。我手都举酸了，他们也没动作。我妈尴尬笑笑，拿过我手里的杯子放到桌子上：“茶太烫了，一会儿凉了你们再喝。”我爸招呼着吃饭。我起身把菜一盘盘端到饭桌上，姑姑大婶坐着一动不动，完全没有要帮忙的意思。等到菜都端了上来，姑姑却不上桌子：“我儿子还没来呢，先别开饭，等他来了再吃。”大婶看了看手机：“我女儿也没来，他俩一个公司的，估计时间差不多，等一下他们。”时钟转了好几圈，饭菜热了一趟又一趟，他们还是没来。我肚子都要饿扁了，到底什么时候能来？再不来除夕都要过了，还过不过年了？你个吃白食的急什么？耽误了别人的工作进度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大婶一脸不爽。姑姑不屑道：“只惦记着吃喝的人是这样的，光知道惦记，却拿不出来一点钱，工资还不够自己花的吧？”一整晚他俩都一唱一和，比联欢晚会的相声节目还敬业。我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问了问加班的情况，发现名单上根本没有那2个人的名字，他们没加班，那是去了哪儿？姑姑看我拿起手机，撇了撇嘴：“怎么，刚刚说你太清闲，你面子上过不去，这是装上忙碌了。”我懒得理他，坐下拿着筷子摆好。大婶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筷子，摔在桌子上：“人都没来齐，谁让你动筷子了？谁让你吃了？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你是几百年没吃过饭啊？这么着急？”我妈摇摇头，示意我别动气。我没想着先吃，只是想着先摆好，等他们来了直接吃比较方便。我极力忍耐。大婶不相信：“你就是想先吃，被我拆穿了，别找借口了。”又等了好久，姑姑儿子李浩然和大婶女儿夏秀娟才姗姗来迟，他俩是一起到的。我爸妈笑脸相迎：“来了，快进来，加班这么久累坏了吧？快进来谢谢，马上就可以开饭了。”两人一脸茫然：“什么加班？我们可没加班，我俩只是约好看了个电影而已。”一大家子人饿着肚子等他们半天，他们跑去看电影去了，还一声不吭，也不提前说一声。我妈脸上笑容一僵：“哦，没加班啊，那洗洗手吃饭吧。”李浩然直接越过我妈，坐到了沙发上：“你的饭做的又不好，有什么好吃的？”他看到我，抬了抬头打了个招呼：“表妹啊，你也别吃了吧，胖成这样了都。再吃就横向发展了。你看秀娟多苗条，她比我高，骨架比我大多了，块头也大，肯定胖啊。”夏秀娟捂着嘴笑：“我看看自己，身材匀称，
明明刚刚好，怎么在他们嘴里就这么差劲了？你们来迟就算了，说话还这么不好听，也不怕烂了嘴。姑姑不乐意了，你敢这么说我儿子，真是心肠歹毒。我女儿又苗条又好看，我看你是嫉妒了吧？大婶拉着夏秀娟到自己身边，我都快饿得没力气说话了。反正看他们吵架的势头也不像饿了的样子，拿起筷子就开动了。姑姑弯了我一眼，你倒是自己先动筷了，当我们是空气呢，也不知道招呼一声。我大吃了几口菜，刚提起一点劲，他又找我的不痛快。我是捆着你的手了，还是捂着你的嘴了？我又没不让你吃，你坐下拿着筷子自己吃呗。这么多戏。大婶拉着姑姑坐下，她就那样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吃饭，我吃完了，你们吃吧。夏秀娟只简单吃了几口菜就停了。大婶咧着嘴夸赞，我们秀娟身材好都是有原因的，一顿才吃这么点，要不她能找这么好一个男朋友呢？你这样子，怕是这辈子都找不到那种条件好的了。可惜了，我完全不需要找。因为我就是那个条件好的。吃完饭，我回到房间，打开房门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压下去的怒火彻底忍不下去了。李浩然正将一叠纸放进碎纸机里，看到我进来，一脸心虚，连忙将碎纸机挡在身后。他进我房间，还动了我的东西。为郎路有意，替丈帮。寒冰蒲果鸟晃林铃，我猛然想起自己刚做好的项目书就放在房间桌子上，连忙翻找起来，半天也没看到项目书的踪迹。你是不是把我的项目书放进去搅碎了？我咬牙切齿地质问他。李浩然的视线一个劲往边上瞥，你不说我还以为是什么废纸呢，我怎么知道是你的项目书？你是不识字还是没长眼睛？封面那么大几个字，我就不信你没看见。我看你是故意的吧，被我识破了。李浩然干脆不装了，行吧，我就直说了吧，我看见了，还翻开看了。你写的陈词滥调，太不堪入目了，我就帮你处理了，反正留下来也没用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还得继续好好加油啊，表妹。我这也是为了勉励你，让你以后的方案项目更用心。你别怪我，这是什么歪理？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在这里用一副教训人的口吻指点江山。表哥，你这么有见教，想必在公司里不只是一个小职员吧？李浩然以为我在夸他，嘚瑟不已。那是当然。我这种人才可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够得到的，多学着点吧。我对他的自大嗤之以鼻。第一，没有眼力见；第二，听不懂好赖话，别人的东西问都不问就随意处理，属于非常恶劣的行为了。你能混好职场，只能靠老天垂怜。李浩然开始怀疑人生，感情你是拐着弯骂我呢？也就是他蠢才听不出来，我没理他，抬手打开笔记本电脑，里面还有项目书的文档，但按了好几下电脑都没反应，一直是黑屏状态，怎么回事？我有点纳闷，嘀咕了一句。李浩然的表情有些不对，我举起电脑想看个究竟，谁知电脑键盘处不断往外滴水，淌我一手。电脑被人泼了水。李浩然，又是你搞的鬼吧？这种下三滥的把戏，也就你做得出来，还做得这么绝。他这是完全不给人留一点余地啊，把我的后路断得干干净净的。我尝试在手机上登录账号，但文档显示丢失了，这下电脑报废了，项目书也没了。我只是不小心把水泼上去了。你的电脑质量也太不好了，这么容易坏。李浩然分明是故意的，还这么会推卸责任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抢救。
我抽了几张纸，把表面的水擦干了，抱着电脑往外走，想着去店里维修一下。姑姑看我往外走，急忙拦住我：“大年30的你往外走是想干什么啊？还抱着个电脑，是想躲去哪里？怎么，我们在家碍着你的眼了？”我把他推到一边：“你儿子弄坏了我的电脑，里面有我很重要的文档，我现在要去修，你别挡道。”他拉着我不让我走，能有多重要啊？摆这么大架势，还非得大年13往外冲。再说了，什么叫我儿子弄坏了你的电脑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他把水泼到我电脑上了，现在我的电脑完全打不开，还把我的纸质项目书放进了粉碎机里。说得够清楚了吧？让开！姑姑横我一眼：“清楚什么清楚？你那项目书没了重写一个不就行了吗？不就是几行字，有什么难的？别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。”我冷笑：“项目书的重要性，你这种没入职场的人说了你也不懂。弄坏了别人的东西要赔的道理你总知道吧？把电脑赔给我。虽说一个电脑也没有多少钱，但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一提到赔钱，姑姑脸色就变了。有这么容易坏吗？我是不相信的。你别在这讹人。”他伸手要抢我的电脑，我不想给他。拉扯间，电脑砰的一声摔在地上，摔得稀碎。这下是彻底没法拯救了。我狠狠将姑姑推开：“疯婆子，你抢什么抢？现在摔成这样，修都修不了。你满意了吧？”他后脑勺磕到了鞋柜上，疼得龇牙咧嘴：“你推我，还骂我是疯婆子！”我抓起地上电脑的残渣往他脸上砸，扯起衣领准备给他脸上来点记号。骂你是因为你欠骂，我忍你很久了。阳台传来夏秀娟的喊叫：“你们别吵了，还不来救救我！再不来我就要被烧死了！”大婶急忙跑向阳台：“女儿别怕，妈来救你了。”夏秀娟身上的裙子从底部燃烧了起来，大婶踩了几脚，没把火踩灭，就把衣服从夏秀娟身上扒了下来。夏秀娟穿着礼服裙在阳台玩烟花，没成想把裙子点着了。等我爸端着水把火浇灭的时候，裙子已经烧得不成样子。这件裙子是我当初花了20万买的，挂在衣柜里，从来没穿过。夏秀娟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私自拿出来穿，现在还把裙子烧毁了。我攥紧了拳头，这件礼服是全新的，20万买的，你看着办吧，是给我买一件，还是全款赔给我？夏秀娟躲在大婶怀里哭哭啼啼：“你还好意思让我赔钱？我差点被你这个破裙子烧到了，还没让你赔我精神损失费呢。他人根本没什么事，而我的裙子是完全烧毁了，这副样子看得我更心烦了。裙子是你自己要穿的，烟花也是你自己要玩的，怪得了谁？而且你压根没伤到，别在这装可怜了。说吧，赔钱还是赔礼服？”夏秀娟蹬了裙子几脚，满脸不屑：“吓唬谁呢？以为我没见过贵的礼服吗？这裙子这么普通，哪里值这么多了？”我一把揪住她的头发：“这么普通，你还巴巴的上赶着穿啊？贱不贱呐？”大婶连忙过来把我扯开：“为一件裙子你就跟我女儿动起手来了？我们这么亲的关系，你还是人吗你？”我爸妈最怕的就是这种为难的场面，一边要劝大婶，一边要劝我赔钱吧。大婶，你欠我20万，还有姑姑，我的电脑钱你也得赔我。他俩异口同声：“我们没钱。”你张嘴就是要人赔钱，这大年30的闹着一出，你也真是好意思。再说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这么近的亲戚，你怎么要得出口？姑姑不想赔钱，开始耍无赖。
大婶更是一毛不拔，合着我是该他们的呗。这里我们是不敢待了，别一会呼吸的空气都要让我们拿钱。走走走，我们回自己家。姑姑大婶拉着李浩然和夏秀娟一溜烟跑没影了。他们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我们家他们可以不来，公司他们总是要去的。项目书找不回来了，我只好在家里加班，凭着记忆费了好大的功夫赶出来了一份新的。年假过完后，我早早去了公司，看了一下他们两人的职位，都是公司的小职员，要为难起来非常简单。从前像这种岗位的事情我都是不怎么管的，现在是时候好好管管了。我打算首先对李浩然的部门下手，以抽查为由，让他们每个人都在规定的时间内想出一个方案，然后统一拿给我看。开会当天，李浩然小组的人都按规定时间交齐了方案。李浩然最后一个到，他慌慌张张进入会议室，把方案递给我，看到我的脸如同见了鬼。怎么是你？我拿过方案书，翻开看了几眼，摔在李浩然脸上。这方案是你拿脚写的是吗？写成这个样子还敢拿来给我看？谁给你的自信？我看了看手表，距离通知开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。你迟到了整整15分钟，大家都在等你一个人。李浩然，你的工作能力和时间观念都非常值得怀疑。他知道自己小组要有个大领导来考察，但完全没想到那个大领导会是我。这时候他之前在我家嚣张的气焰早就灭了。我本来早就准备好了，但是开会之前突然肚子疼，就去了厕所，所以才迟到了。李浩然大气不敢出，双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我拿着根黑笔在桌子上戳了戳以示震慑。其他人的方案完成的都还不错，各有可行的地方，接下来继续完善就好。但是李浩然，你写的太差了，根本没法看。下班前重新交一份新的给我。李浩然瞪大了眼，什么？今天就要交？也太快了吧，时间根本来不及啊。我瞥他一眼，与其在这里跟我讨价还价，你还不如早点开始构思，为什么别人写得好，而你写不好呢？还不是自己能力不够，能力不够就多练多学。李浩然气得不行，但又不能跟我叫板，铁青着脸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：是领导。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完成，那些工作量也不少，再加上还得重写一份方案，工作量可谓是变得巨大。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，让他苦不堪言。下午我坐在办公室等着李浩然给我送方案，但迟迟没有等到，看来今天他恐怕要加很久的班了。想到这个，我项目书被毁的心情会好受一点。忙完之后我就下班了，往楼下走，找到李浩然的办公桌，他还在埋头苦干，盯着电脑屏幕冥思苦想。我一看他的文档才几百个字，我拍了拍手，招呼周围的职工都往这里看，大家来看看。李浩然员工的文档写的是非常吃力，一下午才写了几百字，大家经验比他足的，抽空教教他怎么写，多给他传授经验。公司给他发工资，总不能白给吧？虽然口头上我是给他寻人帮助，但实际是为了羞辱他。其他职工听到他只写了几百个字，直接笑出了声，嘲讽声四起。这是一下午都摸鱼去了吧，才写这么点，撒把米在键盘上，让鸡啄都比他写得快。领导让他重写也正常，我看过他写的方案，那叫一个惊世骇俗。我当时差点怀疑自己看不懂中文了。李浩然被说得没了脸，羞愧地低着头，恨不得钻进键盘里去。很好，
达到我要的效果了。我拍了拍他面前的桌子，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把你这种货色招进来的。好好努力吧，人达不养闲人。方案还是得今天之内写完，通过文档发给我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李浩然声音极小，我假装没听清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他吼完这句话后，全场又是一阵哄笑。他听了，赶紧杵着个头，生怕自己的样子再次招来笑料。我勾起嘴角，扭头回了家。就算只是公司的小职员，但李浩然还是不愿意离开。进入这个公司很难，出去了再进来就更是难如登天。失业再重新找工作，也找不到待遇比得上人达的，所以他只能默默忍受我的刁难。直到我吃完饭又洗完澡，收拾好后躺在床上，李浩然才把方案书的文档发过来。离下班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，公司已经要锁门了。像他这种初级职员，为了公司制度的保密性，是不能把文档带回家的，只能在公司的电脑上完成。也就是说，李浩然在公司加了好几个小时的班，而且没有加班费。之前被他毁掉的项目书虽然我重新写了，但比起第一版远远不够完善，损失不计可数。他遭受的还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我看了看李浩然的方案，第二天当着众人的面假意夸赞，这份新的方案完成得非常好，看来你还是个可造之才啊。批评使人进步还是有道理的。公司有个核心项目还缺个人选，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，好好干，别辜负我的期待。说到能参与核心项目，小组其他成员都投来羡慕嫉妒的目光。李浩然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要扬眉吐气了。看见没？我稍微使力气就得到重用了。你们呢？干了这么久，还比不上我一根毫毛。得罪人的话，他是脱口而出啊。以后公司里可就不止我一个人给他使绊子了。接下来就轮到另一个组的夏秀娟了。大婶口中的那个夏秀娟男朋友，其实只是跟夏秀娟同组的主管，不是什么很高的职位。我在公司茶水间碰到他们在里面打情骂俏。要知道，我们公司可是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。我咳了一声，两人看到我都是一震。那主管懂点人情世故，跟我问了声好之后，连忙走了。过了几分钟，就编辑好了悔过书发给我，说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会马上跟夏秀娟分手。夏秀娟被毫不犹豫地抛弃了。我走过去挑起她的脸看了看，我还以为大婶口中的女婿有多厉害呢，原来你眼皮子这么浅，也不过是个小小的主管而已。而且就在刚才，他单方面跟你分手了，你的眼光实在是不怎么样。我把信息给他看，他看了之后咬着嘴唇哭了起来。没想到被抛弃的这么干脆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他竟然这么快就跟我提了分手，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。还有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公司？真是抱歉，我也是这个公司的一员呢。夏秀娟皱了皱眉，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他为什么会把信息发给你？他可是主管，怎么会怕你？你没有见过我，是因为你不够资格。夏秀娟思索了一下，难道你是那个来视察的领导？我点点头，对，还有一件事通知你一下，因为私自跟公司职工恋爱，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你被开除了。李浩然调派进那个项目之后，十分得意忘形。他觉得自己虽然升职了，但还远远不够，就想把公司机密泄露给对家公司来换取高额钱财。这一行为被我当场抓获，事先他签了保密合同，
但为了钱鬼迷心窍了，想到了走这种歪门邪道。我料定他心术不正，故意给他抛出升职这个诱饵，他果然上钩了。我连同他泄密的事，毁掉项目书和电脑的事，再加上大婶一家做的一切，把他们两家都告上了法庭。法庭外，姑姑抱着我的脚跪求我的原谅。韩嫣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求求你饶过他这一次行吗？你让我怎么求你都成。当初你的电脑我全款赔给你，只要你肯放过我们，你就撤诉吧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啊。大婶抱住我另一条腿，痛哭流涕。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，我女儿已经没了工作了，找工作也没人要她，我家没了经济来源，都快要活不下去了。你让我们赔你20万，我怎么拿得出来呀？我哈哈一笑，踢开他们两人。没出息的废物，这点钱都赔不起。当初你们不是很理直气壮吗？不是躲着不见我吗？现在让我原谅你们，不可能。姑姑，你儿子犯的事情现在可不是花钱就能摆平的了，他人也得赔进去。你就睁大眼睛看好吧，可能等他坐牢出来，你就不在人世了。大婶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又爬到我身边来。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你行行好，反正你是那么大的领导，又不缺钱，就别让我们还了好不好？我拍拍大婶的脸，以前要是你有这么好的态度，也许可以吧，可惜你现在才醒悟，太晚了，老老实实赔钱吧。李浩然侵犯商业秘密，情节严重，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，并且要交处罚金。大婶一家欠债还钱，需要把欠我的钱全都补上。夏秀娟没了工作，她家其他人都是无业游民，要存到20万很难，要背上债还一辈子钱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事情走到了尾声，没了他们两家的吵闹，我们家的日子变得清静多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